A 射 B 导，通俗的说就是 A 发射导弹 ，B 负责制导。要实现 A 射 B 导，首先需要使用相互兼容的数据链，将多个作战平台连接起来。2021年，俄罗斯电子公司就展示过为增强苏57网络中心站能力而研发的 S111数据链。采用了比此前苏35配备的 S107-1数据链更强大的高速传输技术，并称将整合到新型号的苏35S 上。除了高速数据链之外，还需要将不同传感器搜集来的数据进行时空同步，确保不同的传感器发现的目标是在同一时间、同一位置，再对数据进行综合处理，这需要强大的算力和先进的算法。早在2020年，俄军就演练过 S400防空系统与22160型巡逻舰利用传感器融合能力应对来袭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在2021年，俄空天军的作战训练中就实现了建立统一防空指挥系统、协调战斗机、S400系统、铠甲 S 系统、雷达和电子战部队，实现预警、探测、拦截、反击一体作战。西方国家把 A 射 B 导叫武器装备交第三方控制，就说我发射导弹不一定是由我制导击中的目标。如果把目前这个作战行动，包括导弹攻击行动，还有其他火力打击行动进行分析，大概有这么几个方向。首先，如果用空弹攻击，导弹发射之后，为了防止本机被击落，那可以用预警机，包括其他的飞机持续照射目标，这样可以通过其他第三方把导弹引向相关区域，而且命中目标。如果像直升机发射反坦克导弹，距离很近，因为现在防空弹这个射程越来越远，其他武器装备地面防空武器出现的很突然，那如果贸然向前出，还有可能会遭到对方突击。如果导弹发射之后，迅速由无人机包括其他的这些平台进行接收、进行接管，这样也能够对目标发动打击，而且自身的安全指数也达到很高的状态。防空武器装备同样这样，如果按照目前防空武器装备的射程，很多目标在地平线以下，无法用雷达照射。但如果能够把导弹盲射打到某一个空域，然后呢，对于在这个导弹而言是地平线下的目标进行攻击，这样做不到。但如果有一架飞机或者一个平台就在另外一侧，在山的另一边去接收导弹信息，去捕捉目标信息，同样也可以对于低空导弹、低空目标进行拦截。美国人曾经做过对军舰的攻击行动，对反舰导弹也可以这样做。太平洋他用 B1B 轰炸机和这个驱逐舰巡洋舰相互配合，但是轰炸机发现目标以后，本机没有导弹，那可以由舰艇发射导弹。但是舰艇发射导弹以后，由于舰艇雷达无法对目标进行定位和引导，那么它可以让战斗机、轰炸机接管这枚导弹。所以今后如果有了 A 射 B 导这种方式，各种武器装备的射程将会逐渐增加，打击威力也会增大。但如果这个网络相互协同、相互进行这个补充，这样的各种武器装备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水平会明显提高。而且很显然是一加一大于。S400是俄罗斯第3代地空导弹系统，用于从低空到高空、近程到超远程对抗密集多目标空袭。每个 S400防空导弹营由一辆指挥控制车、一部探测范围340公里的 92N6 多功能相空阵雷达、一部 96L6 高空探测雷达，最多12辆5P85导弹发射车以及若干后勤支援车辆，它能配备多种拦截弹，其中 9M961 拦截弹采用了空气动力舵面加燃气舵加推力矢量技术，在15公里距离内最大可用过载高达60G。即使在120公里最大射程处，仍能保持20G 的机动过载。然而 ，S400在对乌作战中的实战表现，此前曾饱受质疑。2024年4月中旬，乌军集中动用10余枚 ATACMS 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北部的丹考伊机场。据卫星图像显示，守卫机场的俄军 S400防空系统中，至少有2辆5P85导弹发射车被毁。2024年5月中旬，位于克里米亚南部的别利别克机场又遭到了 ATACMS 导弹袭击。在5月15日的袭击中，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了大多数来袭导弹，但仍有3至4枚突破拦截，一架米格31被毁，2架苏27 SM 受损。S400防空系统中的一部 92N6 火控雷达也被炸毁。次日，乌军又使用了 ATACMS 导弹对该机场进行了补充打击，击毁2架米格31，一架苏27 SM。
5月下旬的一段视频显示，乌军使用多枚 ATACMS 导弹袭击了俄军位于顿涅茨克州莫斯皮诺机场的 S-400防空系统阵地。当俄军侦测到乌军导弹来袭时，连射6枚拦截弹，但并未奏效。在半分钟内，至少4枚导弹击中 S-400阵地，集束战斗部引爆了尚未发射的防空导弹。6月2日，俄军部署在别尔哥罗德的另一个由2台5P85发射车和一部92N6营级火控雷达组成的 S-400半营，也遭到乌军海马斯火箭炮的集火攻击，2台发射车被毁。杜先生。S-400呢一直是俄罗斯防空部队的骄傲，特别是不同序列相互衔接，不同弹种相互使用，而且在作战方面基本上形成了对一束之高到空天优势的全谱覆盖。这款武器装备之前要地防空作战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面对无人机、巡飞弹还有其他小目标，当时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像乌方发布的照片，都是一款不起眼的无人机把这个 S-400摧毁，而且这么高的价格，居然无法防范价格低廉的无人机，所以当时引发了重大争议。S-400最近好像这个效果略好，可能是和这个战斗机包括数据链系统相关联有一定的作用。如果只凭借冷战期间就是发现目标、拦截目标，然后毁伤目标这个3个关键指标去分析，之前这种发挥和表现，在非传统的这些巡飞弹和无人机面前表现的分数并不高，所以很多国家都认为买这么贵的武器干嘛用啊？而且在多轮攻击过程中，好像没有自己表现或者是这个声称那种固若金汤。但现在看呢，如果和战斗机还有其他武器装备相互组合，延伸自己的侦察能力，共享作战情报，有可能会发挥自己这个距离远，然后毁伤能力强的优势。总之呢，如果一款武器装备只针对冷战的传统思路发展，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只有通过新的系统，包括无人系统、智能网络系统，才能够实现作战能力的。看到演练这类战术的蛛丝马迹，魏先生。俄军针对这种不同作战平台进行融合，在此前演习和演练的过程当中是已经进行了尝试，可以说呢技术是比较成熟的。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那么防空导弹部队和这个俄罗斯空天军的这个战斗机部队应该会进行联合作战，比如说利用苏35以及其他的这种战斗机针对目标进行照射之后，那么相关的数据和目标的信息可能会马上的就和防空作战系统进行共享。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拦截空中来袭目标的这种成功的概率就会成倍提升，因为苏35包括苏30 SM 可以在空中利用非常机动灵活的走位，那么飞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导弹发射的这个距离，针对目标进行猎杀。与此同时呢，防空的作战系统也可以马上激活，通过发射这种先进弹药的方式进行联合打击。我们注意到，俄方虽然公布了击落一架 F-16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战果，但是究竟是由防空作战系统击落的，还是由空天军战斗机部队击落的，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所以有第3种可能性，也就是战斗机开火了，防空作战系统也开火了，确定了 F-16坠毁，那么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战果。究竟是战斗机打下来的，还是防空导弹打下来的，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因为 F-16战斗机坠毁的地点可能处于乌方的控制区内，那么俄方想要针对这样的一个结果进行最终认定，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乌克兰正在源源不断地获得西方提供的 F-16战斗机，那后续呢，法国可能也会增加援助幻影2000战斗机的数量，因为现在呢，对于乌克兰的一线作战部队而言，越来越多的支援火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呢，在一线的作战区域内，炮兵的数量不足，炮弹的补给跟不上，那他进行防御作战的时候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俄军呢有兵力优势，也有火力的优势，脆弱的防御阵地根本无法挡住俄军的装甲作战部队。那么这个时候呢，乌军对于战斗机的这样一个需求一定会快速的增加，因为战斗机抵达一线的作战区域进行空对地的火力支援，这个速度是最快的，而且呢，一架战斗机可以携带数量比较多的精确制导弹药，能够针对俄军处于进攻状态的地面作战部队，包括装甲部队以及步兵进行比较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所以，一线乌军的指挥官他呼叫空中支援的次数肯定会增加，所以乌克兰也会利用和欧洲防务合作关系强化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不断的索要更多的二手 F-16。那么即使他的飞行员缺乏经验，比如说这一次阵亡的乌军的
飞行员可能只是完成了一些基本的培训科目，而且还要进行改装。那么对于 F-16战斗机而言，并不是一名非常熟练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员，那么就已经冒险地飞到了最一线、最危险的这个作战区域去执行对地轰炸任务。这说明，只要有 F-16战斗机，飞行员达到了可以进行作战的标准，这些 F-16都会冒险上战场。那么乌军对于战斗机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在一线区域出现的损失可能就会随之